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喜欢通宵打游戏的朋友，每到周末，他们都会聚在一起，尽情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。然而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们经历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遭遇。其中一个人在深夜下楼买饮料时，遇到了一位老奶奶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心惊胆战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我以前经常和朋友一起打游戏，我们俩同时迷上了一款游戏，因此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他住的公寓报到。通宵打游戏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。每当游戏开始，我们就会全神贯注，不想被其他事情干扰。因此，在出发之前，我通常会买好大量的饮料和零食，然后边吃边玩。当然，这个周末也不例外。玩了一整夜后，第二天凌晨，我们发现饮料已经喝光了。朋友说：“我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几瓶饮料吧，很快就回来。”他的公寓在3楼，而1楼路边就有一台自动贩卖机。我随口回应道：“好啊，我会在你回来之前把我的那部分打完。”然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朋友却没有回来。我看了一下时钟，已经凌晨2点半了。我心想，他可能是去便利店了吧。突然，手机响了，是朋友打来的。我接起电话，听到他从那头传来急促的喘息声，似乎在害怕什么。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我问道。我在离公寓大概500米的地方，他喘着气说。刚才在自动贩卖机那边遇到一个奇怪的老奶奶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我和这个朋友认识很久了，但从没见过他这么害怕。我试图让他冷静下来。你先回来，我们再说。可是那个老奶奶可能还在那里，我不敢回去。尽管我本来打算下楼去帮她，但一听到老奶奶可能还在那儿，我也不敢下楼了。最终，我通过电话安抚她，让她鼓起勇气往回走。幸运的是，老奶奶已经不在了，她飞快地跑回了公寓。回到房间后，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她告诉我，当时在自动贩卖机旁遇到一个深夜闲逛的老奶奶，手里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。当老奶奶经过她身边时，突然停下来，用低沉的声音问：“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保管这个行李吗？”朋友吓坏了，马上跑走了。我们讨论着行李里可能是什么，忽然猜测里面可能是婴儿或者是尸块。尽管有些恐怖，但因为我们彼此都在一起，我们也渐渐放松下来，甚至开起了玩笑。最后，我们一致认为，那老奶奶虽然很诡异，但不可能是灵体。行李也可能只是普通的东西。因为朋友很累，他决定先睡了。虽然我还不困，但为了配合朋友的作息，只好勉强让自己睡在地板上。尽管如此，我躺下后还是无法入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听到外头传来的电梯声响。朋友这间房间是离电梯最近的，电梯的声响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。过了一会儿，电梯停了下来，传来了开门的声音。我想，这么晚了，还有人回来？看了看时间，原来已经凌晨4点多了。接着，我听到了像是拖着鞋子走路的脚步声，声音透过地板直接传到我这儿，显得很刺耳。那声音让我感到很不舒服，也妨碍了我的睡眠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声音不只是脚步声，
更像是拖着某样沉重物品的声音。我立刻联想到朋友遇到的奇怪老奶奶，心里一阵发毛。我不敢动，心里祈祷着她赶快离开。脚步声慢慢地停在了我们的房间门口，我开始冒冷汗，感觉她就在门外。我拼命压抑着呼吸声，紧张地等待着。终于，脚步声再度响起，往隔壁房间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但没想到他开始猛烈地扭动隔壁房间的门把手，试图打开门。我更加确定他绝对不是这个公寓的住户。接着他又慢慢地走回我们房间的门口，再次试图开门。我整个人僵住了，心跳加速，但是朋友睡得很熟，所以丝毫没有被吵到。好在最后门把声和脚步声都消失了，我猜他可能搭电梯离开了吧。这时已经有些阳光微微通过窗户透进来，这时的我终于放下心来。事后朋友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老奶奶，而我也没有告诉他那天晚上后来发生了什么。尽管朋友后来搬离了那间公寓，但我至今仍会想起那个不寻常的夜晚。我想朋友心里也一定和我一样，无法忘记那晚的惊魂时刻。